应私信网友整理汇总，这里收拢8桩早年北京地界没法细究的旧事，大多是基层医护、老刑警、本地住户私下口述，没有编造加工。年代跨度从1994年到2014年，听过的人不少，完整捋出来的很少。第一个故事，当事人是早年在北京第一医院待过的基层内科医生小 Z。010年前后长期轮转急诊，见过好几桩事后越想越说不清的怪事儿。头一件事发生在010年白天，急诊值班室接到出诊通知，城郊工地有务工人员从脚手架坠落，小 Z 跟着救护车赶赴现场。抵达时伤者心跳呼吸全部停掉，四肢和躯干布满钢筋划开的深创口，救护车载人送到就近遗体服务中心，医护人员准备交接完毕返程。死者母亲突然跪在救护车车头哭诉遗体美容缝合，一处伤口收费100元，全身伤口算下来要1000余元。这笔钱对农村老太太来说根本承担不起，跪在泥地里不肯起身。待叫上级医生于心不忍，取出随车备用缝合包，让小 Z 搭手帮忙免费处理体表创口，顺带实操练手。两人忙活近1小时完工，驱车返回医院。当晚小 Z 回到城郊出租屋，隔壁住户敲门递来一件包裹，说方才有人送来物件，他不在家，暂存此处。小 Z 拆开一看，是一套男士贴身内衣，心里顿觉古怪，自己独居无亲友，没人会送这种私人物品。追问邻居送东西的人样貌，邻居只记得是男性，身形样貌完全模糊。小 Z 没往深处多想，把内衣收进衣柜。次日到科室上班，无意间瞥见上级医生办公桌摆着一套款式，花色完全一致的贴身内衣。小 Z 当即上前询问缘由，上级医生说辞和他一模一样，也是旁人转教，全程没见过送东西的人。上级医生说尺码不合自己穿不上，转手把这套内衣递给小 Z。中午时分，死者母亲到科室开具死亡证明，进门不停道谢。目光扫到桌上2套内衣，瞬间崩溃大哭，断断续续说上周刚给外出务工的儿子买了2套同款内衣，儿子舍不得穿，一直收在行李箱。如今人没了，再也没机会上身。听完老太太这番话，小 Z 浑身头皮发麻，后背发凉。老人办完手续离开，他立刻把整件事告知上级医生。上级医生神色平静，让他回家取来那套内衣，晚些送到医院焚烧炉统一销毁，算是把东西还给对方。这件事之后没过多久，小 Z 又遇上一桩更贴合因果的怪事儿。事发在北京远郊土路，拉钢材的货运车辆因路面破损严重侧翻，整车务工人员多人受伤，周边所有医院全部派出急救车辆，小 Z 所在医院调配2台救护车赶赴现场。这条土路常年失修，全程颠簸难行，往返医院要将近2小时。抵达现场时，多名伤者已经失去生命体征，现场处置完毕，另一台救护车载1名重伤员先行返程。3名伤情较轻的工人搭乘小 Z 的救护车，路上几人闲聊，聊起这条路原本批下专项资金铺设水泥路，项目2把手为压缩成本，私自改成土路，连日降雨，土质松软，又强行赶工期，才酿成翻车事故。小 Z 当晚正常下班，次日到科室听同事转述，前一天先行返程的那名重伤工人，途中因车身持续颠簸，体内脏器破裂大出血，没能撑到医院。小 Z 和同事正议论这件事儿，院内调度通知那条出事土路再次发生车祸，2台救护车再度赶往现场。到场后发现还是前一日侧翻钢材车的事发点位，车身底下压住一辆私家轿车，路面躺着一名穿正装、梳大背头的肥胖中年男人，一旁随行司机不停叫嚷。这名胖子生命体征初期平稳，上救护车时还和司机通电话汇报工程进度，称事故不影响施工。救护车行驶过半路程，车身猛地剧烈颠簸一下，胖子发出一声惨叫，监护仪血压数值持续下跌，90、80、70，补液、抗休克、血管活性药物全部用上，没有半点起色。接上心电监测不到5分钟，直接拉成直线，3次电复率全部失败。抵达医院宣告死亡。回程路上，救护车司机低声说了一句：“这就是现实报应。”小 Z 心生疑惑，主动追问。司机解释，前一日离世的务工工人就是在同一段颠簸土路出现脏器破裂，时隔1日下令修改路面方案的项目2把手，死法和那名工人完全一致，尸检报告写明死因同样是体内脏器破裂。小 Z 从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，从不相信虚无缥缈的因果循环。亲身经历这2件事后，心里始终没法完全释怀。后来离职转行，再也不愿意碰急诊出诊的工作。第2个故事出自天涯论坛07年一名代号时光灯的退休老刑警口述。1994年，他刚入职刑警队没多久，前门辖区接到报案，新开的歌舞厅发生斗殴致死案，报案人初步判定是打架失手伤人。
等时光灯和师傅抵达现场，才发现整件事处处透着反常。死者进殿时脚下打滑，整个人向前扑倒，胸口脖颈直直撞在殿内1米多高纯铜关公神像手里的长刀上，刀刃精准划破颈部大动脉，现场大片血迹，殿内围观人员全都手足无措，眼睁睁看着伤者失血身亡。这尊铜制关公头一天才送到门殿，没想到刚摆放就出人命。地面铺设高档大理石地砖，沾水后极易打滑，表面看完全是意外失足。出于办案严谨，师傅把歌舞厅老板带回所里问询细节，聊到这尊关公神像来历，老板说是生意老友老于在自家加工厂定制赠送，原本约定老于亲自送货，临时没来，厂里工人代为配送。老板随口念叨老于失联多日，电话消息全部不回复。时光灯和师傅敏锐捕捉到异常，深挖老于的相关信息。老板回忆，二人是酒水生意合作伙伴。前段时间聚餐时，老于透露，刚接下大型水泥工程赚了一笔，打算购置夏利轿车。90年代夏利售价远超普通住宅，寻常人根本负担不起。刚暴富就凭空失踪，疑点重重，案件暂时定性意外身亡。接下来2周，全队重点追查老于下落。排查后得知，老于在北京无直系亲属，仅有1名私下往来的情人。如今，老于和情人双双消失。追查陷入僵局，没过几日，西罗园派出所上报线索，辖区河道打捞起一颗男性头颅，法医比对确认死者正是定制关公像的老于。鉴定结果显示，死者先遭木工斧重击脖颈，再用大型锯子分割躯体抛入河道。失踪案直接升级碎尸命案，警方立刻全力搜寻老于的情人，找到后，对方没等审讯便全盘交代，他和老于相处数月，各取所需。前段时间，老于带一名东北中年男人到家喝酒，二人合伙做水泥工程获利。情人私下和这名东北男人互生情愫，多次偷偷私下见面。又听闻老于手握大额现金准备买车，两人滋生谋财害命的念头。情人私自配好老于家门钥匙，当晚刻意吸引老于注意力。东北男人潜入屋内持斧行凶，分尸后抛入河道，拿走全部现金后，东北男人彻底失联。情人认定对方卷款独自跑路，心中怨恨才主动坦白。办案人员起初也认同这套说辞，直到调出东北男人模拟画像，所有人瞬间愣住。这名行凶分尸的男子正是前几日滑倒撞关公刀身亡的死者。杀害老于的第2天，他就丧命在老于亲手定制的铜像之下，巧合密集到无法用运气解释。队里私下都议论是老于借着关公神像讨回公道。结案当天，分管领导看完卷宗，只说了一句：这件事实在太过邪门，后续卷宗封存，很少再有人调取翻阅。第3个故事依旧是老刑警时光灯1997年经手的美术馆胡同凶宅连环案。当年北京爆发白宝山大案，全市警力抽调支援，基层派出所人手严重短缺。5月某天夜里，时光灯和朋友到钱粮胡同饭馆吃饭，偶遇朋友熟人老杨擦肩而过时，时光灯闻到对方身上浓重的生肉混着鲜血的腥气。那人走远后，时光灯向朋友打听身份，朋友介绍这人刚从宣武区搬来本地，居住在修车铺正对胡同14号院，还神神秘秘提醒那处院子是圈内有名的凶宅，空置多年，早年发生凶杀案，受害者被老式手动刮胡刀杀害，辖区所有老民警都有印象。二人简单聊几句便岔开话题吃饭。时隔10余天，派出所紧急通知出警，美术馆胡同发生怪异入室盗窃案，时光灯一行人抵达现场，事发地点是修车铺对面17号院。治安巡逻大妈发现异常后报警，整件事疑点重重。这处院落荒废7年，大门常年上锁，院内3间房屋全部加装厚重铁锁，风吹日晒锈蚀卡死，常规撬锁工具完全无法打开，唯有暴力破拆一条路。可现场所有锁具完好无损，没有撬动、敲击痕迹。屋内锁住一名少年，民警在外尝试开锁都耗费大量时间，打碎玻璃才顺利进门。带回少年问话，对方只有19岁，在校学生，身上只携带手电和一把迷你小刀，并非入室盗窃，只是听闻胡同里有凶宅，约同学结伴探险。校方和家属到场核实，少年平日品行端正，只是痴迷探访废弃老宅。巡逻大妈误把探险学生当成窃贼，可所有人始终想不通。大门锁死的情况下，少年是如何进入院内，又被单独困在房间里？反复追问之下，少年情绪崩溃，哭出声。当晚一行人原本目标是14号院，翻墙过程中被一名陌生老头拦下，老头劝阻他们院内有人居住，贸然闯入有危险，抬手指向斜对面17号院，称整座院子只有自己一人暂住，常年上锁，院内无值钱物件，想探险可以去这边。老头掏出钥匙打开大院正门，
领着几名学生进门，又单独打开一间空房房门，其余同学心生畏惧，留在院子外。只有这名少年胆子大，独自走进房间，屋内积满灰尘，只剩破旧桌椅。少年随口提出可以帮忙打扫房屋。老头听完淡淡回应：我救你一条性命，你帮我添置一张床都不算过分。少年没听懂其中含义，没放在心上，在院内简单闲逛，打算返回房间和老头道别。转身之后，房门自动锁死，怎么推拉都打不开，大声呼救才被巡逻大妈听见。做完笔录，多数同事认为少年受惊吓产生幻觉，说辞不能采信，没有造成财物损失，仅口头批评教育，便让家属领走。只有时光灯的师傅抽烟沉思，说少年眼神慌乱，浑身发抖，没有撒谎，只是当下警力吃紧，没有多余人手深挖这条线索。第4天清晨，一名遛狗老人路过胡同草地，自家犬只死死咬住一块碎肉不肯松口，老人当过兵，察觉肉块质地异常，强行从狗嘴里夺下，一眼认出疑似人体组织，当即拨打报警电话。这件案子正好移交时光灯小队，连续9天整片胡同地毯式搜查，只找到3块细小人体碎块。当年刑侦技术落后，无法提取有效线索。第13天，居委会工作人员上门反映，14号老杨居住的院落持续散发浓烈恶臭，招来大批苍蝇。众人联想到尚未找到的剩余尸块，立刻前往14号院搜查。6月初，黄昏室外气温20多度，一踏进院落，所有人浑身发冷起鸡皮疙瘩。同行一名同事低声感慨，这里气味像屠宰场，没人接话，心里全都发慌。第1名民警走进屋内，脚下踩进粘稠液体，半个鞋底全部浸透，脚下打滑，重重摔倒在地。众人看清屋内景象，不足20平米小屋，地面铺满血水，连落脚的空地都找不到。当天警方从屋内搜出17块人体碎块，遇害者一共4人，最后一名死者离世时间距离警方上门仅2小时。抓捕老杨后，对方全部认罪，却反复供述，行凶是受一名女子操控，完整说出女子姓名、过往工作、父母住址、家中衣柜摆放物品等私密细节。警方核对信息，这名女子正是14号院早年被刮胡刀杀害的原屋主。老杨搬来之前和对方无任何交集，不可能知晓这么多私人信息。当年少年探险被困17号院的当晚，老杨正在14号屋内分割尸体。外出抛尸途中，同样撞见少年口中描述的白发老头。老头见他背着黑色背包，主动询问是否需要搭把手。老杨婉拒，老头随口说道：“帮死人干活不算什么。”老杨听完心生歹念，打算诱骗老头回院杀害，急于处理尸块，没能下手。被捕之后，老杨依旧认定是这名老头，向警方举报。全队耗费3个月走访取证，从当年本地住户、教堂旧档案多方排查，始终找不到这名老头的身份。有居民看过少年手绘画像，说早年在教堂见过相似样貌的传教士，却查不到对应登记记录。整件案子留下大量无解疑点，当年参与办案的民警私下都默认整件事和无法解释的东西有关。当作怪谈流传当初踩中血水摔倒的那名民警，结案没多久主动申请调离公安系统，下海做起生意，再也不愿接触各类凶案现场。第4个故事篇幅很短，当年地方电视台简单报道过，不归时光灯所在小队管辖，是宣武分局办理。部分卷宗调阅经过他们科室，内情不少人清楚。一名年过花甲的老太太委托中年男子代办拍卖行竞拍业务，标的总价值5000余万元。中年男子十分看重这笔委托，直接辞掉稳定工作，单单佣金就能拿到20余万元。拍卖流程走完，老太太凭空消失，没有支付任何款项。拍卖行拿不到资金，走司法程序起诉中间人以及委托人老太太，怪事儿就此出现。多方核查户籍档案，这名老太太早在多年前就已经病逝火化，所有人第一反应是有人冒用身份假扮老人。可拍卖行全程监控，完整记录下老太太到场签字沟通的画面。监控内其余人员画面正常，唯独老太太整张面部发黑。警方传唤老太太直系亲属辨认监控录像，家属看完全部面色惨白。对比现场留存手写签名笔记，和老太太生前完全吻合，人早已火化下葬，签名、样貌、说话语气全部对应本人，没人能解释清楚背后缘由。整件事儿没有定论，损失全部落在那名中年男子身上，工作丢失，佣金落空，还要赔付拍卖行违约金。当年参与调查的几名警员事后都受到内部约谈，没有明确处分，却莫名被限制外出办案，算是无妄之灾。第5个故事发生在2001年9月深夜，前门王皮胡同夜市家常菜饭店爆发聚众斗殴，双方都是辖区常年登记的惯犯。派出所派出4名民警到场控制局面，本以为只是寻常酒后冲突，抵达现场才发现有人持刀伤人。多名目击者称一名男子中刀倒地，地面大片血迹，斗殴人员四散逃窜，民警呼叫增援抓捕部分涉案人员，找到行凶刀具。
唯独找不到受伤倒地的男子，按伤势判断伤者失血严重，不可能走远。整条胡同反复搜寻，毫无踪迹。10分钟后，同仁医院急诊科打来报警电话，一名斗殴刀伤患者送医抢救无效，内脏大出血，宣告死亡，遗体移送停尸房，等待法医勘验。时光灯当时就在周边巡逻，接到通知带5名同事前往医院，6人都忌讳接触尸体，简单确认停放位置后，全部站在停尸房门外聊天，等候法医。没过多久，法医独自走进停尸房，几秒后快步走出，质问6人遗体去向。时光灯回复4号停尸架就是死者，法医让他们亲自进屋查看，架子上只剩大片干涸血迹，遗体不见踪影。门外6名民警瞬间浑身发麻，集体冲进停尸房，房间门窗从内部锁死，没有外人进出痕迹，既没有动物拖拽痕迹，也不存在人为搬运通道。从医生宣布脑死亡送入停尸房到法医抵达，前后间隔不足30分钟，遗体失踪仅10分钟。市局接到通报增派大量警力搜寻，最终在医院消毒大楼后侧空地找到遗体。针对遗体自行移动的现象，公安联合医学专家召开研讨会，给出一套科学解释。人体死亡后，部分神经、脑组织未完全失活，无意识支配躯体，产生短距离移动，也就是民间俗称的诈尸。可参会专家各持不同意见，没有一套理论能完整对应现场所有细节，只有这套说法勉强对外公示。时光灯连同另外5名值守民警全部受到全局通报批评，领导训话。身为警务人员，不能畏惧尸体，敷衍工作。这件事往后多年一直作为反面案例，讲给刚入职的年轻警员警醒。第6个故事，网友07年夏季亲身经历。当时在北京一所普通高中住校，某天夜里和3名室友翻墙外出，通宵上网，凌晨2、3点体力不支，返程返校。几人沿路闲聊，前方出现一名身穿纯白色上衣的孩童，深夜格外扎眼。几人沉浸游戏对话，没多想，只当成校外迷路初中生。走到学校2米多高铁丝网栅栏前，准备翻越入校，众人亲眼看见前方白衣孩童径直向前迈步，整个人毫无阻碍穿过铁栅栏，栅栏缝隙最多半只拳头宽度，孩童身形瘦小，也不可能完整穿过。室友上前用力拍打栅栏，确认坚固无破损。几人隔着栅栏目送孩童走向校内大操场，中途出声呼喊，对方全程没有回头。操场中央立着粗壮老树，旁边架设路灯，远处是老式公共厕所。孩童走到路灯底下，身形一点点变得透明，最后彻底消散。4名学生全程同时目击，不存在单人幻觉。返回宿舍，4人彻夜无眠，统一认定撞见说不清的怪事儿。这所学校修建在平整空地，并非乱葬岗，唯一沾边的传闻，早年校内花坛施工，学生挖出零散骨头，校方对外宣称是牲畜牛骨，水泥封死花坛，改成步道。室友平日里爱看灵异小说，联想到民间打生桩的说法，猜测那名孩童早年埋在操场地下。仅仅是几人的猜测，没有任何实证。之后几人依旧偶尔翻墙外出上网，再没有遇见过白衣孩童。这件事只私下讲给同宿舍，同年级学弟，没有对外大范围传播。第7个故事发生在西城区老式居民楼。07年，网友楼下空置住宅闹出怪事儿，深夜2名新手小偷踩点入室，屋内多年无人居住。2人在客厅翻找一圈，没有值钱财物，打算进入卧室搜寻。刚推开房门，看见一名白发老头躺在床上熟睡。2人心里慌乱，转身逃窜。屋内光线昏暗，其中1人撞上木门，整块玻璃碎裂，额头撞到门板外露铁钉，惨叫声惊动整栋楼住户。周边邻居立刻报警，受伤小偷没能跑出楼洞，当场被民警抓获。另一名同伙随后供出一同落网。街坊邻里听完，案情只觉得2名窃贼蠢笨可笑，知道房屋过往内情的人完全笑不出来。这套住宅90年代发生灭门惨案，一家6口全部遇害。案发后，房主背负舆论压力，房屋空置10几年，没人愿意承租。2名小偷不懂本地旧事，踩点只看见房东短暂上门取物品，快速离开，误以为房屋长期无人居住。审讯过程中，2名小偷说辞高度统一，坚称卧室确有老人卧床休息，房门钥匙全程只有房主持有，10几年没有任何人入住。那名深夜躺在床上的老人身份至今没有任何线索。卷宗归档后再也没有重启调查。第8个故事，最后一桩。2014年，一名北漂网友口述，称呼他居士，当年在北京务工，女友前来投奔，原先租住单间，空间狭小，2人前往十里河寻找大户型出租公寓。整片老式筒子楼如今已经拆除，楼道2侧分割单间，租金低廉，距离上班地点近。居士选定4楼房间，斜对面住户窗户常年摆放泥塑菩萨像，正对自家入户房门。起初看着神像觉得心安，搬进这套公寓后接连遇上3件反常怪事儿。第1件落在女友身上，只要居士加班留宿公司或是出差不在家，
女友夜里必定遭遇鬼压床，频繁做惊悚噩梦。居士在家过夜就一切正常，二人试过调整睡姿、睡前拉伸等科学办法，也尝试床底放置刀具、枕边摆放剪刀等民间法子，收效甚微。好在居士出差频次不高，没有严重影响生活。第二件怪事儿发生在当年8月，居士晚间在书桌撰写工作文案，女友卧床玩手机，写作中途莫名生出被人窥视的感觉，目光隔着房门直直落在自己身上。他起身拉开房门，楼道站着一头黑白相间的异兽，体型比黄鼠狼偏大，外形近似幼犬，抬着头安静看向屋内，神态没有攻击性。居士担心惊扰女友，开口驱赶异兽离开，对方转身缓步走远。居士这时看清异兽身后一条粗长尾巴垂直下垂。这片居民区周边都是商铺居民楼，按理说不会出现这类野生异兽。周末和父母通电话时，居士随口提起这件事儿，父亲听完解释，这是家中祖辈供奉的保家狐仙，早年奶奶那一辈结缘，从未和晚辈细说，远隔几百公里主动现身，必定是察觉到居士近期会遭遇祸事，提醒他多加小心。没过几日，第3件怪事如期而至。临近9月一个深夜，居士被屋内拖鞋踩踏地面的哒哒声响吵醒，第一反应以为女友起身去卫生间，伸手触摸身旁床铺，女友安稳躺在怀里，声响持续在屋内来回游走。盛夏天气炎热，房间没有安装空调，整夜敞开窗户，月光照亮全屋。居士起身走遍客厅，卫生间整套公寓面积狭小，一眼就能看完所有角落，看不到任何人影，拖鞋声却没有中断。女友被声响惊醒，吓得浑身发抖。居士自我安慰声响来自楼道邻居，打算开门确认，女友死死拉住劝阻。恐怖片里开门寻声，原从来没有好结果。居士只能按那念头静坐。几分钟后，拖鞋声没有慢慢远去，而是瞬间彻底消失，仿佛走动的人原地停住，不再动弹。二人整夜不敢入睡，紧盯房间各个角落，熬到天亮。次日，居士前往物业申请调取楼道监控。工作人员答应核查，凌晨2点17分，监控画面突然被白雾覆盖，完全看不清任何影像，直到凌晨3点35分，画面恢复正常。居士反复回放监控录像，浑身汗毛直立。监控恢复画面的瞬间，斜对面窗户摆放的泥塑菩萨像凭空消失。这件事过后不足半月，整栋老式筒子楼下发拆迁通知，拆迁地块空置至今，没有重新动工修建建筑，整件事从头到尾没有合理完整的解释。居士搬家之后再也没有回过这片区域，